好，今天雷蒙跟柚子來出任務了，因為我們收到 Google Cloud 的公關啊，找我們去看看全球頂尖的工程師在 Google 都是怎麼樣使用 AI 在他們的工作跟生活應用上。对，我也蠻好奇，像這種世界級的大公司啊，他們員工到底在裡面有沒有好好的生活呢？因為我聽說他們裡面有遊戲間、按摩室，然後還有員工獨立睡覺的地方，所以我接下來感受一下他們在裡面是怎麼好好生活。你可以聽到，就他都在講那個，就是過得很爽的員工的日子過。可是我覺得這也蠻好，因為其實 Google 的福利就是大家都耳聞嘛，所以我們就直接來探索一下。对，然後我們今天 Google Cloud 的公關講說，我們可以去使用他們的員工餐廳吃早餐，所以我們今天特別早上早起來上班，所以我們就直接就去他們餐廳看看吧。走走。Go 它這邊真的超級大，超級像一個大概有100多坪的一個餐廳的感覺，比飯店的那個早餐還要更豐富的一層樓。大家體驗工程就是 Google 員工，它正式的流程是什麼樣？你要吃個茶葉蛋嗎？給你吃一個茶葉蛋好了。洋芋炒蛋要嗎？你要吃麵嗎？這個多來一點。你是在出國體驗感。有麵包區，你要買麵包嗎？要啊。這可以自己沾那個奶油，超好吃的。這邊好棒嘍！nice，謝謝。走吧。耶！好了，終於可以享用我們的一日 Google 員工的早餐感。耶！我的早上只要一杯咖啡我就好了。我們今天的任務第一件事情就是吃好早餐，因為他說要先吃飽飯再工作。然後這邊呢真的是非常誇張，因為有大概快有150坪的超級大的餐廳。雷蒙根本把這裡當作是5星級飯店在享用。我覺得甚至有些時候比那個5星級飯店還要大片，所以它還有全部呢都是那個落地窗，所以其實一早來的時候就可以補充一點陽光能量，然後準備上工。我覺得這也很棒的事情是我們現在是面對整個戶外的大片窗戶，所以你这個心情是準備上班的心情是很好的。对，因為我覺得板橋比較好，就是因為台北市其實是很多高樓大廈的，所以比較有壓抑感。這邊其實環境真的蠻好。然後這裡就真的是從一進門開始，你就會覺得好像是不像是上班的感覺，就有一點這個他要給你一個迷幻感。因為我真的很好奇說這邊到底幾點要上班，就是這個餐廳營業到幾點？等下可能可以找一個人來問，因為我們今天其實有被公關夥伴吩咐一個任務，他說我們可以在餐廳隨便找我們覺得聊得來的 Google 員工，然後問他真實的狀況。那我要選一個比較 nice 的人，不然他會講說我在上班，你在那邊給我採訪，傻眼。要找一個比較 chill 的人，就是你不能找那種看起來很急，他等下要做報告的人，他等下會幫我們打 pass，對吧？我們等下再好好找一下。好，等下先把這個吃完一下，先好好享用這個早上的時光，然後等下再全力的聰明工作。对，等下好好感受一下那個當 Google 員工的早上的各種悠哉的日子。跟你吃。好。我們現在吃飽早餐了，你是不是忘記你有一個最重要的任務，先生？先把飯吃飽，再給人好好工作啊！你要趕快看一個很 nice 的人，看可不可以採訪他的一天，這是公關給我們的任務。其實我覺得後面這個好不錯，因為我感覺他蠻像工程師的。我們今天就是要找 AI 工程師，真的哎，他看起來非常有工程師的感覺。對，我覺得你就直接夠了，我直接夠了。對，我趁他還在這邊的時候，我幫我把他跑走。好，那我把麥克風交給雷蒙，我們就出發吧。我們走起，呼吸一下。Hello， 不好意思，你好，我是雷蒙，然後我是今天那個 Google 公關啊，還給我一個小任務，然後因為我們今天是做 AI 的教學的，就是不管是個人工作者跟一些小型的公司怎麼樣去使用 AI 導入 AI 的，所以我們今天想要來抓一些 AI 工程師在 Google 的。你是工程師嗎？是，我看出來，所以非常有工程師的感覺。那你平常會做跟 AI 相關的有關的專案或業務嗎？會啊，而且我們平常工作上其實也用很多 Google AI 的工具。哦，那你現在的職稱會是什麼？我是職稱是客戶工程師。那客戶工程師通常是做什麼的？就是在 Google 的話，其實我們有一些服務呢是要
協助客戶去用更好。所以我們就會有一組工程師的團隊，專門協助客戶怎麼使用 Google 的服務。那我蠻好奇，就是其實很多人都會講說Google 其實待遇不錯啊，對，然後薪水不錯啊，福利也不錯吧。我剛剛已經稍微體驗一下你這邊早餐跟咖啡了，是早餐跟咖啡是对，很讚很讚。那你自己覺得當時在加入 Google 的時候的，在面試上啊，你覺得最 tough 或是最 struggle 的是哪？我覺得應該是這樣講，去 Google 去搜尋說 Google 有什麼面試題目的話，很常會有人回答一些這種腦力激盪或是腦筋急轉彎的題目，這種推理題，對，或者比如說這個你裝滿一棟樓要幾顆棒球啊這種題目。但是事實上，我們現在的面試已經，我不知道早期有沒有了，但是現在的面試其實已經沒有這種腦力激盪題目，大部分都是很實務的題目。比如說你的工作的內容是寫程式啊，那他的面試題目就會非常專注在寫程式的部分。如果你的工作內容是这個 program management 哦，那它更多可能就是專案管理實務的這個經驗。酷，那我蠻好奇，就其實今天我們有個主題就是 AI 工程師，是。那你自己的工作會大量使用到 AI 嗎？非常大量。太好了，太好了。那你今天有空嗎？可以啊，可以啊。因為我們今天想要深度了解一下你真正的一日工作流 ，OK， 大概會發生什麼事情，然後工作的內容或者一些 project， 可不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些你可以分享的部分？好啊，沒問題啊。好，感謝，可以。所以你 AI 的這個教學是負責哪個部分呢？其實就是教 Cloud 或 Codex，OK， 這種 AI agent， 所以幫助大家可以打造自己的 AI 助理啊、团隊啊、分身啊，然後就幫助他把工作交給 AI 去做 ，OK， 然後就把自己的想法用 Vibe Coding 做出来 ，OK。所以像我們的 Gemini 你有在用嗎？有，我之前會 Integrity，OK， 對，只是後來就換成 Cloud 了 ，OK， 對，所以我今天也很想要了解一下，就是自己。Google 工程師啊，你們自己在用，你们自己身為 AI 的供應商，對啊，你們會怎麼樣用 AI 這件事情？甚至 AI 怎麼對你們的工作啊，或是對你們的職場啊，有什麼樣的影響 ？OK， 好。喂，你剛剛跟我說你是客戶工程師嘛？對。那如果這個職位裡面的內容要跟我媽介紹，你怎麼介紹？你媽常會用線上購物嗎？會用哈。那你知道最近有一個很大的知名的這個線上購物網站剛改名，叫做萬家福嗎？萬家福我知道的。OK。那像我們作為客戶工程師的話，我們這個服務的對象必然是客戶嘛。對，所以萬家福其實就是我們一個蠻重要的客戶。那萬家福其實它背後很多的這個 AI 的功能呢，就是用 Google 的功能、Google 的服務來完成的。那所以至於客戶工程師的話，我們就是會跟萬家福這邊去互動，說，你想要開發哪些新功能？那怎麼利用 Google 的服務來完成這些新的功能？所以比較像是線上服務的，像是室內設計師的感覺嗎？可以這樣講，就你可以幫對方了解他的需求，然後幫他打造一個新的一個對工具應用套件給他。像你媽媽常常在萬家福上面買東西的話呢，這個就是一個他們的官網。那右下角你就會發現這邊就有一個小的機器人，這個其實就是萬家福跟 Google 合作推出的一個購物的機器人。那假設我家有老鼠的話，對，那我該買什麼呢？以前你可能要去先搜尋一下這個捕鼠器的牌子啊，但是現在其實可以用這個 AI 的幫手來幫你。比方說我這邊就很直覺打，我家有老鼠，該怎麼辦？好，所以你可以看到我打了一個自然語言進去之後呢，它就幫我推薦了跟捕鼠相關的產品。那這解決一個什麼問題呢？以前如果我買粘鼠板，那我要先想到那個產品的名字。對，你要先知道說我要買粘鼠板，還是我要買的是老鼠籠、捕鼠籠。但是我現在可以用我的需求是，我家有老鼠該怎麼辦？它就會同時推薦我這個捕鼠籠跟粘鼠板。所以這是可以直接一條龍把搜尋到購物都完成。對，那甚至有什麼呢？通常我在這個萬家福裡面買東西，可能不只買捕鼠的東西嘛。也許在我常常買的像牛奶啊、餅乾、衛生紙這些，那也可以在上市購買記錄裡面，它會自動調取出我之前有購買的這些內容，那我可以去一併的把這些我常用的東西全部都加入購物車。好，那接下來結賬的時候，我就可以一批的把這所有東西都完成結賬。所以在客戶工程師來講，雖然我們說的是工程，就是說，設計架構啊，怎麼樣去完成這些 AI 的對接啊，但更多的部分其實還有一部分的工程是我怎麼完成客戶的商務的任務。比方說這邊在萬家福來講，它其實真正首要的任務不是導入 AI， 是提供客戶更好購物的體驗。那你現在一整天大概哪些環節會使用 AI 來幫助你工作？雷蒙跟 Wayne 在交流，我自己先來參觀 Google 的 Game Room 遊戲室，這裡比我想象中的還要大間呢，而且也太多東西可以玩了吧？聽說他們這裡的娛樂器材都是由員工投票決定的哦，想放鬆的時候隨時可以來，我覺得太幸福，一時之間不知道開始玩哪一個。那我就先來選一個賽車感受一下吧，出發！
其實很大程度我們還是利用 Google 的 Workspace 來完成的啊，就是 Google Doc、Google Slide 的這種的。对。那現在可以看到，我畫面上秀的這個畫面呢，就是某一個客戶他在 Google Cloud 上面有非常多的這個服務在做使用。那每個服務呢，其實它有相對應的這個成本。那針對我們一般常常會跟客戶做匯報，尤其是跟客戶的 CEO、CIO 做匯報的話，那通常我們會需要去總結這裡面最需要去處理的問題。那以前的話呢，在這麼多的這個項目裡面，其實需要人的肉眼，好去每一個去逐步去看說，挑出來哪些是問題，那怎麼解決。那現在有了 AI 之後，其實可以在我們右邊這個面板裡面，好，比方說我這邊直接告訴他說，我要找出每小時成本最高的峰值，然後去描述它的原因，那還有可以採取的手段，那它就可以自動的幫我去分析這些 data 背後的因素，然後提供給我能夠跟客戶的 CEO、CIO 做匯報的這些內容。所以其實你可以看到，我們是把心中想要的這個答案的問題直接問 AI， 方法給他去做。对，但是我並不是告訴他說，你第一步要去這個欄位找什麼，对，第二步要去那個欄位找什麼，那它會自動識別你的資料的這個屬性來完成這樣的任務。對，那除了這個之外呢，其實 Google Workspace 嘛，必然它最大的3個這個明星的這個服務就是 Google Sheet 是簡報，那有 Google Docs 文件跟 Google Slides 這個做投影片。比方說像剛剛這個案例裡面呢，我們其他團隊也許也準備了一個文件，那這文件裡面去揭露說這個客戶哪些地方需要修正，但是通常我們如果把這整份文件給 CIO、CEO， 他們可能沒有時間看這麼長文件，叫 summary。没錯，所以呢，在這裡面同樣在 Gemini 的這個視窗裡面，我也可以讓他去幫我讀這個文件，然後去總結這個文件的內容，並且幫我去 draft 一個email 的內容，讓我可以更好的去寄給相關的人。那最後的話呢，其實通常我們跟 CIO、CEO 做互動的時候，那會怎麼做呢？一定會用一個簡報來做分享。好，那所以在這邊的話呢，那我如何把剛剛這個文件很快速的轉成一個簡報，其實也蠻簡單的，都是在我們右邊這個 Gemini 的這個AI 操作工具裡面。你可以 mention 一個 page 給他。對，我可以把這個剛剛的這個文件好加到裡面來。所以就可以不用自己就是以前打完一個 doc 之後，我要花很多時間去 design 去設計一個簡報。是。然後呢，這邊我可以跟他講說，把這個文件轉成簡報，他用專業啊、現代啊、簡潔的設計的風格。那按下這個生成之後，它就可以自動幫我把這個剛剛的這個Google Doc 直接轉成一個簡報的版本。它其實會問我一些問題，變成簡報，它會問我說你要幾頁啊？然後你要什麼樣的場合去 pitch 啊？對，然後你要是精簡啊，還是這個有細節啊這樣子。那按下 Next 之後，它就會根據我的這個給定的 preference 把相對應的簡報去做生成出来。其實我覺得現在 AI 都會去反問，這個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對，因為很多時候我們在下指令的時候呢，我們自己腦袋會有一個100%的畫面的模板，但是它其實不了解你。對，所以它透過問你的時候，慢慢把你腦袋中的畫面把它理清楚。剛剛其實看到那個 Google Workspace 啊，就比較像是我們在工具裡面建立一個 panel， 就是旁邊會有一個輔助的一個小 AI， 可以幫我們把這個可能 Doc 或是 Sheet， 然後直接用 AI 幫我們把內容做一個轉換，或者把它變成一個我們接下來想要去做的任務嘛。但其實現在這個時代，更多人在談論所謂的 agent， 就是怎麼讓 AI 成為你的代理人，然後讓它擁有很多的工具權限去幫你做複雜的任務，把它串起來。所以像我們自己品牌啊，我們自己公司其實就打造自己公司的 agent， 然後放在我們的可能 Discord 的伺服器，讓团隊去使用。所以他們有時候看到一個新聞，或是看到一個學員的問題，他們就會 tag 就叫雷小萌，他說雷小萌，雷蒙會怎麼回答這個學員的問題，然後就會翻我過往所有跟學員的回信，對，然後跟我怎麼去處理這個客服信件的 SOP，然後給一個草稿給我們的客服夥伴讓他去回。那 Google 通常現在有做到什麼類似這種 agent 的一些應用？那在 Google 這邊，其實我們也用你們的官網來做了一個範例哦，就是說我們其實對我們用了一個 agent 呢，把你的官網掃描了一下。那這個 agent 會上架在我們一個叫 Gemini Enterprise 的平台，顧名思義，它是設計給企業的，所以裡面有非常多企業資安控管的功能，包括它會自動的去連接到企業內部的資料庫。好，我們直接看一下你怎麼操作。那在我們這邊呢，就是用 agent 幫你 create 了你雷蒙30服務代理人的這個 agent， 所以這邊其實一個字都不是我打的，全部都是我們有另外一個 agent 去生成，針對你們去建制的這個 agent。那在這裡面呢，你就可以像你剛剛這個使用的方式，讓所有的這個 user 在這裡面跟這個 agent 來做互動。像我想在你們的這個服務裡面，常常會跟學員做互動，那裡面可能會想要知道說哪些學員這個狀況怎麼樣啊，是不是能夠 promote 啊，或是說這些學員的這個目前有沒有一些異常的狀況需要排除跟處理。所以你可以發現在這個 agent 裡面呢，我就可以請他去分析說，在你們現在資料庫中有沒有待處理或是處理中的學員的工單，那哪些課程資
詢量最高，那滿意度是多少？那你會發現這樣子的問題，其實放在一般的這個大語言模型是回答不出來的，因為它沒有你的工具，沒有你的資料庫嘛。對，所以它這個背後除了連接你的資料庫之外，那也連接了能夠處理這樣事務的這個 agent。它寫了一個小牌子在裡面的感覺。是，在這邊其實都是一些按鈕。好，那我可以選擇說我想要去立即執行分析，還是說在背景執行。那甚至說呢，像是這邊也可以去設定一個 schedule， 那每天早上9點做一些自動化。那這個自動化可能是去關懷一些學員的狀況，所以那藉由這樣的工具的導入，就可以讓企業內部所有的員工，只要是知識工作者，都可以去使用到 agent， 而不用去先學一些如何 create agent 的這个。对，我觉得对一般人来说，就变成是他原本只是用 Gemini Chat， 然後他跳到這個的時候，他其實沒有任何的學習成本，因為他們公司可能會有一個專門的部門，可能就像這些開發者部門，然後或者是他們公司的知識管理的負責人，然後把這個東西建立起來之後呢，其他50個、100個、1000個人都可以同時使用這個東西。我發現這個遊戲室真的有玩不完的遊戲，重點是這裡竟然還有鋼琴。我是學過鋼琴的，但是我害羞沒有要放出來。這裡還有一整套的爵士鼓，連吉他都有。我覺得愛音樂的人真的可以直接跟同事組一個 band。真的覺得在 Google 上班也太幸福了吧！這裡連 Switch 和桌遊都幫你準備好了。我覺得拿一杯咖啡坐在窗邊，靜靜的看着風景，其實也蠻舒服放鬆的。未來我有辦公室的話，我要放一台夾娃娃機。這邊是最後一個，就是 Customer Engineer 日常工作的內容，就是說，其實，在 Google 這邊每天都有新的服務推出來，那我要怎麼去熟悉跟會用這些服務？對哦，你們才是要學最多工具。對，因為你不可能每天就坐在這邊，早上看電子報，然後下午去上課嘛。他在吐槽我？不是你啊，就我們的同事不可能每天在做這件事情。好，所以一個新的功能或服務出來，其實我們自學最好的方式就是我們自己打開來用，是一定的。那打開來用最好的開啟方式就是直接 create 一個 app， 是這個服務的 app。太好，如果他是我的學員，我就直接給他按讚加分錢。真的，我真的覺得行動是最好的學習。大家一直在看，真的直接做這個東西出來是最好的學習。對。其實我們市場上很多 model，Google 有一些 open source 的 model， 那其中一個叫做 Diffusion Gemma， 那這個 demo 就是講說，以一個 Google 的 engineer 完全不懂 Diffusion Gemma 是什麼，那我怎麼樣去快速熟悉這個功能，然後讓我可以去跟客戶 pitch 這個 context 是這樣。所以在這邊的話，我其實用了2個不同的工具啊，一個是 AI Studio， 那在 AI Studio 裡面呢，在我的 My App 裡面，其實就有我去生成的一個 Diffusion Gemma 的這個的 Web 的 service。快速跟大家補充啊，就是 AI Studio 更多的時候就是可以寫一些程式，然後它會把這個程式的程式碼幫你都打包起來，對，所以你可以直接在這個頁面上直接看到 preview， 看到現在是 preview， 然後右邊那是 code， 所以點到那個 code 的時候，就是裡面的各個程式碼的資料夾，對，它幫你分好，對，然後它可以直接在上面做預覽。對，重點是這個直接部署是部署在哪裡呢？這部署在 Google Cloud， 對，這直接在部署在 Google Cloud。在這邊的話，其實我可以用一個很簡單的這個提示詞，好，你會看到我跟他互動的蠻多的，那讓他幫我生成一個展示 Diffusion Gemma 這個 model 的網頁應用。好，那我這邊 demo 給大家看。那我們就會利用比如說 AI Studio 這個工具啊，去完成這樣子的 demo。讓我們也可以把這個服務很簡單的自學，那也推薦給我們的客戶這樣子。那AI Studio 其實對於 GUI 設計，我覺得是做得蠻不錯的，因為一開始的時候，它其實可以給你很多選項去做選擇。但是更棒的是什麼呢？就是說，其實我也把你們的這個官網投入了一個我們叫做 Stitch 的這個服務。太好了，幫我們 redesign 嗎？對，然後呢，我們設計師結合我們現在 Diffusion Gemma 的這個界面，加上你們的設計語彙。好，去設計出一個能夠針對你們公司去做 pitch 的一個版本。所以在這邊的話呢，你可以發現，其實我用了不同的公司當做設計語彙，包括這個可能是 IKEA。那這個中間這個的話呢，其實是針對你們公司的網站，好，所以你們的這個官網其實大量使用了綠色跟黃色嘛，湖水綠，對，湖水綠。那我設計完了這個之後呢，我又把它投放回到我的這個AI Studio 裡面，讓它能夠再 create 一個新的風格，有一樣的功能，可是你們設計的語彙的，好，所以你可以看到右上角有一個按鈕，那我只要一鍵切換，這個就變成你們公司設計語彙的一個版本，所以
當我再去 pitch 你們的時候，你就會覺得，哎，我不但告訴你一個新的這個技術，那而且是專為你們設計的一個版本，我們的品牌視覺樣式的，對，这體驗會更好。雖然對我來講，其實只是把一張圖放進去，讓他重新去卷這個色彩而已。對，這其實就是我們在教學上常講，就是你要學會多個運用，然後把那個每個工具的特點抓出來。然後你是一個導演，你要知道說，哦，這個角色跟這個角色，那你要找哪個最適合角色，然後他們兩個中間要怎麼樣交互，這是你要去做安排的。所以他就是用那個 Stitch 去抓出我們品牌的視覺樣式，然後再把這視覺樣式放進他要去 demo 的工具上，所以看起來就覺得哇，這個人來 demo 是有用心的。對。各位，我來到了傳說中的 Google 員工按摩室了，預約成功就會有專業的按摩師為你服務，我真的覺得太誇張了。那現在其實很多的年輕人啊，都會覺得說蠻焦慮的，因為 AI 很多時候出來的時候，我原本可能就是負責在 Excel 世界裡面下各種 formula 的人，但是我可能未來會沒有這個工作。對，你怎麼看？其實我覺得這個問題是這樣，就是 AI 它畢竟是一個工具，就像我們剛剛講的，其實使用者其實應該把自己提升到一個導演的這個 level 來看。那另外，在過去這幾年，其實 AI 的這個演進是非常快的，追上這個迭代不是 AI 的工作，是人的工作。對，面對工作來講，你的工作不會消失，可是你要怎麼樣讓自己能夠更快去追上這些新的技術跟想法，是現在這個時間點非常重要的事情。因為當別人都在用更好的工具的時候，其實用工具能力的差別就會變成你跟對方能力的差別。我覺得聽起来越來越焦慮了。我可以跟各個就是在看的觀眾朋友們，就是講一下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其實剛剛 Wayne 講的一個點，就是工作不會消失嘛，所以最重要的其實就是因為這個工作需要有人的負責，就是不會因為這件事情有了 AI 之後，這件事情就不會有人負責了。所以人永遠都是那個背鍋的角色。所以我都想說，其實假設你原本都是做簡報的那個好了，你會覺得說我的從文件到簡報這個東西可能會被 AI 取代掉。但是如果這個公司發現你在做簡報的時候，你不只是在做文件轉成簡報這個形式而已，你會去思考到整個公司的品牌形象，也思考到這個簡報出去的時候可以帶來多少的業績，對，多少的真的是成效的轉換。所以我覺得一個很大的點就是你要慢慢的把你的工作思維，不是解決單點，而是你是解決一個複雜任務，而且是可以為這條線負責的人。所以就變成是 Google Cloud 就這種 AI 的東西，其實更多的時候是把你們從原本的繁雜的任務解脫出來，更多時間去思考客戶跟你這個產品跟這個功能的核心要解決的。對。靠，睡太爽了吧！那我來了。睡什麼？睡膠囊旅館哦。幹嘛？快點起床，都結束了。這個是我的員工休息室。爽了吧？工作太累的時候可以來休息。你想睡多久就可以睡多久。我整天在這邊，然後出去的時候跟大家講說，我今天超認真這樣。那你剛剛那邊好玩嗎？還不錯啊，了解他的工作小日常。那你等一下再跟我講。這就是一日的 Google 認真員工，跟一日的 Google 的頹廢。哪有頹廢員工？我們有聰明工作，也要好好休息，好嗎？休息才可以更認真的工作。那聯盟，你今天逛完我們這個工作的環境一圈，有什麼體驗跟感覺？我覺得環境過得很爽，但是我還是不太想上班。可是所以我覺得真的在一個大公司就是這樣的體制啊，就是這樣的工作，還是蠻欣賞的啦。對，因為我覺得雖然說你們公司整個 vibe 已經算是很輕鬆了，但是畢竟還是有很多的流程要走，對吧？那個就是你們辛苦的地方。OK， 那你自己覺得 Google 有什麼東西是別人一直覺得你們光鮮亮麗，有什麼很多比較真實的？大家比較少知道的東西，想跟我透露一下。工時吧，工時。對，大家以為去那些 nap room 大家都在睡覺，每天都在 game room 裡面，其實沒有。其實我們的工時有的時候還蠻長的哦，尤其是要跟全球的同事一起開會。比如說中午的時候，大概是印度的同事開始上班的時候，然後晚上深夜大概是這個美國同事開始上班的時候，所以這個有可能你會經歷的是很長一段的工作時間。對，因為大家都是給你看爽的地方，就是很多人會以為我們這種自由工作者好像都沒到處可以工作啊，一直在旅行工作。但是我公司可能我剛開始創業的時候，一天你工作14小時，對吧？所以其實我覺得就是都是努力工作上來的，對，好不好？然後看他現在，不要看他這樣很沉穩，其實也是很經過很多辛苦的旅程才這樣爬上來。這下禮拜其實我們在台北有辦一個 Google Cloud 台北的活
活動。那裡面也可以體驗更多 Google 的這些服務，那也歡迎你來參加，混入 Google 的群體。對，好，讚哦，好，期待，謝謝啊，謝謝。在辦公室，我看的是企業怎麼用 AI 工作；走進會場，則是會發現 AI 如何走進我們的生活。購物、理財、零售、金融也全接上 AI。我還玩了把自己變成動畫角色的 AI 化身，會即時分析。揮棒的 AI 棒球教練，連 MLB 職業球員的數據分析，背後都是同一套 Google Cloud。AI 已經走進工作，也走進了日常。我一直覺得用 AI 的重點，從來不是讓你做更多事，而是幫你把時間賺回來，拿去過你真正想過的生活。